你好呀，这里是默默的投资笔记。闪迪最新一个季度营收暴增 372%， 毛利率冲到 84.6%， 下一季度单季每股收益甚至只赢到44到46美元。可财报出来以后，股价却又跌了 6.8%， 这到底是市场错杀，还是周期顶点已经到了？从西部数据拆分出来的闪迪业务高度集中在 NAND 的闪存，上一期视频股价还在 2184.75 美元，我给出的态度很明确，不要追，等回调。现在股价已经跌到 1258.58 美元，回撤超过 42%， 所以这一次的结论也发生了变化，从等待调整为谨慎增持。但要注意，这不是闭着眼睛抄底，而是用仓位去换取确认时间。为什么财报这么强，市场还是不买账？我梳理了4个最重要的数字。第一个是 89.65 亿美元，这是闪迪第4财季的营收，环比增长 51%， 同比增长 372%。 但这份增长里，大约1/3来自出货量，2/3来自价格上涨。换句话说，公司当然卖得更多了，但真正把利润推上去的是 NAND 的价格暴涨。这既是业绩爆发的原因，也是市场最担心的地方，因为价格周期一旦反转，利润也会掉得非常快。第二个数字是 84.6%， 这是这一季度的毛利率，相当于每卖出100美元产品，在扣除直接成本以后，能留下 84.6 美元毛利润。对一家存储芯片公司来说，这是极其夸张的盈利水平，也直接把非通用会计准则营业利润推到 71.04 亿美元。不过市场不会简单的把这种利润率永久外推，因为周期行业最危险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利润看起来最完美的时候。第三个数字是44到46美元，这是公司对下一季度非通用会计准则每股收益的指引，同时营收预计达到103亿到108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至少从管理层现在看到的订单和价格来看，增长还没有断掉。公司还新增了5份长期采购协议，说明 AI 数据中心对高容量存储的需求依然很强。第4个数字是155亿美元，这是目前剩余的股票回购额度，相当于当前市值的 8% 以上。公司手上大约有 37.4 亿美元现金，债务只有 2.1 亿美元，资产负债表有能力支持回购，但回购力度很大，不等于回购时点一定正确。现在看股价，闪迪最新收在 1258.58 美元，当天下跌 6.8%， 过去52周最低只有 40.53 美元，最高达到 2354.39 美元，现在距离高点已经回撤大约 46%。 6月25日股价还在2335美元附近，7月29日最低跌到 1015.89 美元，随后反弹到现在的位置。技术面暂时还不能说趋势反转，12日均线大约是1344美元，26日均线大约是1470美元，当前价格仍然压在2条均线下方， MACD 还在零轴下方， RSI 是43，既没有进入极端超卖，也没有恢复强势。布林带中轨大约在1428美元，下轨接近990美元， ADX 只有 18.7， 说明趋势强度并不高。简单说，股价从低位反弹了，但还没有重新夺回主动权，现在更像筑底阶段，而不是新一轮主升浪已经开始。接下来聊聊估值。乍一看，闪迪的预期市盈率只有 4.9 倍，便宜的离谱。存储行业的利润对价格极其敏感，只要 NAND 的价格下跌，明年的盈利预测就可能被快速下调。如果用刚结束财年的 70.88 美元非通用会计准则每股收益计算，当前市盈率大约 17.8 倍，就没有 4.9 倍那么夸张了。市销率大约 9.1 倍，市净率约 13.5 倍，也说明市场仍然给了这轮高利润不低的定价。分析师平均目标价是 2116.64 美元，但最低目标只有1000美元，最高达到3169美元。这个巨大差距本身就在提醒我们，大家不是算不出一个数字，而是对周期能持续多久完全没有共识。综合盈利能力、周期折价和情景概率，我给出的基准目标价是1650美元。基本面先说亮点，再说问题。全年营收达到 202.48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75%， 其中数据中心业务全年收入 51.53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437%，
边缘计算业务收入 121.6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95%。AI 服务器不仅需要算力，也需要越来越多高性能存储，闪迪确实站在了需求最强的一侧，盈利质量也非常突出，滚动净利率大约 34.2%，ROE 大约 39.3%。闪迪目前债务权益比只有约 1.5%， 所以这轮高 ROE 主要来自利润率爆发，而不是靠高杠杆堆出来的。再加上大约 35.3 亿美元的净现金，公司短期财务压力并不大。不过公司目前不派股息，股东回报主要依靠股价上涨和股票回购，问题也很集中。第一，第四季度增长主要由涨价推动，一旦供需转松，毛利率可能比收入掉得更快。第二，消费业务第四季度收入只有 5.56 亿美元，环比下降 32%， 说明普通消费电子需求并没有同步繁荣。第三，长期采购协议能锁定需求，但也增加客户集中和履约风险。第四，公司部分产能依赖合作伙伴凯霞，供应资本开支和利益分配都不是完全由自己控制，所以这家公司真正需要跟踪的不只是 AI 故事，而是 NAND 的价格、毛利率和数据中心订单能不能同时维持。接下来分3种情景看，乐观情景概率 25%， 目标价2200到2800美元。出发条件是 NAND 价格继续上涨，数据中心收入持续超预期，年化每股收益保持在220美元以上，同时大规模回购明显减少流通股。基准情景概率 50%， 目标价1400到1800美元。公司完成下一季度指引，但涨价速度逐渐放缓，年化每股收益回落到140到180美元。市场仍然认可 AI 存储的长期需求，但会给周期盈利打折。悲观情景概率 25%， 目标价700到1000美元。出发条件是 NAND 进入下行周期，大客户推迟采购，毛利率快速回落，回购也无法抵消估值收缩。把3个情景加权以后，中枢大约是1650美元，相比当前股价有约 31% 的空间，但向下风险同样不小。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我的目标价是1650美元，第一买入区间放在1150到1300美元。当前股价已经进入这个区域，但技术趋势还没有转强，所以更适合分成2到3笔小仓位，而不是一次买满。如果股价继续回落，但下一季度营收和利润指引没有下调，第2个加仓区间是950到1050美元，这里接近前期低点和布林带下轨，风险回报会更有吸引力。相反，如果股价重新站上1500美元，我不会追，因为距离1650美元的基准目标已经太近，安全边际会明显缩小。风险控制方面，900美元以下是价格预警位，但真正决定逻辑是否失效的是基本面。如果下一季度毛利率跌破 83%， NAND 价格明确转跌，或者公司下调营收和每股收益指引，就需要重新评估，而不是机械补仓。还没有持仓的人，可以在1150到1300美元分批试仓，把主要资金留给下一次财报确认。已经持有的人，如果下一季度毛利率仍能保持 83% 以上，而且公司完成当前指引，可以继续观察。如果股价反弹到1600到1800美元，可以分批降低仓位，把周期利润真正落袋。总结一句话，闪迪的财报强得惊人，估值也从极端昂贵回到了可以研究的位置，但它最便宜的市盈率恰恰建立在最难长期维持的高利润上。所以我的评级是谨慎增持，分批买，不追高，用下一季度的价格和毛利率验证这轮行情还能走多远。如果你也在研究闪迪或者 AI 存储赛道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看法。觉得内容有用的话，点个赞并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